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莎莎 Sharky， 非常感谢你的喜欢，希望你可以睡个好觉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乌木马的故事。大家困了就可以准备睡了。王子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，最终和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乌木马成全了王子和公主的爱情，也让故事变得新颖、有趣，充满了吸引力。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就像一颗颗闪耀的珍珠，值得我们好好去呵护。古代，波斯有一位国王，他有一位英俊的王子。一天，一位哲人抬着一匹乌木马求见，他告诉国王，骑上这匹马就能飞向远方。国王说，我们来试试你的马儿吧。王子自告奋勇地跳上了马，马儿却一动也不动。王子很生气，哲人走过去，指着马儿身上的一颗凸起的钉子说道，按着它吧。王子一按钉子，马儿便震动起来，驮它飞到了高空。王子知道诀窍后，试着按住马儿右边的按钮，马儿飞得更高更快了。接着他又按左边的按钮，马儿的速度便逐渐减慢，徐徐下落。王子自由地飞了很久，最后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平原。这儿绿草如茵，树林茂密，一座美丽的城市出现在他的眼前。城中央有一座高大坚固的宫殿，王子就降落在那座宫殿的屋顶。王子走进宫殿，发现一位像月亮般美丽的姑娘，她是国王的掌上明珠。公主与王子一见钟情，聊得非常开心。但是仆人却跑到国王面前告状，说王子是魔鬼变的。于是国王让王子与士兵们比试。王子骑上乌木马，大家纷纷笑道，木头做的马怎么可能跑啊？王子开动按钮，马儿便向上升腾，飞入云霄。国王又惊又怒，大声叫道，抓住他，快抓住他！官员们说，陛下，世间谁追得上飞鸟呢？此人呐，显然是个大魔术家。国王回宫对公主讲了比武场上发生的事情，公主十分悲伤，因此染上了重病，卧床不起。王子摆脱了危险，平安回家。可是他对公主却念念不忘。一天，他又偷偷骑上了乌木马，去寻找公主。这次他终于将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国家。王子让公主在花园的房中休息，然后起身进宫见父亲。王子离开后，献乌木马的哲人来到了花园中。当他发现自己的乌木马就在眼前，高兴得快要蹦起来。他多么不舍自己的宝贝啊！他骑上马，打算逃跑，
可转念一想，我得进屋去看看王子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。哲人一看见公主，立刻冒出了一个坏主意。他跪在地上，行过礼之后说：“公主，我奉王子之命，前来接您进宫。”就这样，他骗走了公主。哲人骑上乌木马，将公主带到了希腊，降落在了一处平原。恰巧，希腊国王正在这里打猎。国王派人逮捕了他们。他见哲人相貌奇丑，公主却异常美丽，便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和这个老头子是什么关系啊？”“她是我的妻子。”哲人抢着回答。公主赶紧摇头说：“不，陛下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是他把我骗到这儿来的。”国王将哲人关进了监狱，把乌木马和公主一起带回了宫。他不知道乌木马的用途，更不会驾驶它，对公主却十分宠爱。公主失踪后，王子悲伤不已，到处寻找，走过许多村庄、城市，但是毫无收获。终于，吃了不少苦头的王子到达了希腊。他从一伙商人那里打听到了公主的消息。原来她在王宫中，并且因为悲伤过度发疯了。王子装扮了一番，去派遣希腊国王。尊敬的国王，我叫哈勒图，精通医学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哪儿有疑难病人，我便去哪儿。国王十分高兴，说：“太好了，我们正需要你呢。”他说了公主的情况，并承诺，如果你能治好她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那么请陛下告诉我，他怎么来到这儿的，又是生了怎样的病呢？国王仔仔细细地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。王子说：“陛下，您说的那匹马儿，我想去看一看，也许它与医治疾病有关呢。”国王立刻起身带王子去看。王子发现马儿毫发无损，十分高兴。他对国王说：“现在我该去看公主，替她治病了。”公主蓬头垢面，吵闹着，说着胡话，但聪明的王子很快便发现她是装疯保护自己。国王出去之后，王子温柔地对他说：“我来了。”公主十分惊喜，他们商量好办法，要逃出希腊。公主假装慢慢恢复。王子对国王说：“想要公主完全恢复，需要带上乌木马到郊外逮捕哲人的地方，把妖魔收了。”国王信以为真，到了郊外，王子带着公主跨上了乌木马，飞走了。王子带着公主一直飞回了波斯的宫殿里。国王和王后都非常高兴，为他们举行了婚礼。国王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灾祸，毁了乌木马。